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接下 S 大制作武侠剧《富山海》，却惨遭背刺，一夜间掉粉10万。诚意明明接了 S 大制作武侠剧，为何一夜间掉粉10万？富山海真是一波三折。富山海绝对是今年最抓马的剧组，富山海绝对是今年最抓马的剧组，一夜之间让导演领略了人间冷暖。官宣定妆照的时候，不知名的小配角全都是正脸，而诚意则是戴着斗笠的朦胧照。也因为这件事情，让富山海一夜掉粉10万加。难道这就是掌管武侠的神的影响力吗？就单看富山海的先导片，就足以让人热血沸腾了。诚意带着他的打戏杀回了内娱。天不生我傅诗琪，武侠万古如长夜。不得不说，诚意在富山海中的打戏，无绿幕直出的那种就非常有气势。一笔定乾坤，一剑震山海。秋水哥哥，你这个眼神，真就给我迷成智障啦！诚意一人分饰三角，萧秋水有着中原第一奇侠的称呼。手执天下英雄令，号召神州英雄豪杰结义抵御外敌。这样的人物设定，直接让我梦回莲花楼。执掌四顾门的天下第一李相夷，曾经的他从云端跌落泥潭。希望萧秋水能够弥补李莲花的遗憾，代替他闯荡余下的江湖。黑衣造型则是扮反派李晨舟，他一身黑衣，出招有如烈焰，眼带邪气。确实有峨眉金顶君临天下的气势。经历了种种之后，和萧秋水成为了很好的朋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富山海还有穿书设定。诚意的第三个角色明明是一个酷爱武侠小说现代角色，承担着串起整个剧情的重要作用。希望这部剧千万不要虐啊，毕竟诚意有着虐人的前车之鉴。在沉香如屑中，为了爱人甘愿献祭，为守护三界放弃自己一切的应渊。玄烨转西3万里，之为寻找心上人，在莲花楼中救了天下人，却不愿救自己的李莲花。在狐妖小红娘王权篇中，万箭穿心之为救出陪自己的小蜘蛛精，甚至为他和王权家族反目等等的这些，诚意也太苦了吧！能不能有个 HE 的结局啊？拜托导演，随便挑一个去演谢景行。盘点将门毒后男主的5位热门人选：王星越。刚因为墨雨云间爆火的王星越，出演的就是千山茶客笔下的人物。很多人都推荐直接让他出演精彩绝艳的谢景行。王星越，一位02年精神稳定发疯的小孩哥，凭借着出色的演技，硬生生地闯进了夺人妻的赛道。谢景行是那个名其提枪打马的小侯爷，他被皇权算计背叛，即便知道父亲的死有蹊跷，还是接受了朝廷出兵的圣旨，最终不敌战败，更是落得一个万箭穿心的结局。王星越对萧恒的诠释，也在客观意义上符合了谢小侯爷的人设。吴磊就是铁汉柔情的代表人，但是他很有少年感，有城府。虽然面相更偏向正气，但是他的演技绝对能够演出谢小侯爷的那种感觉。每次阿笋那种无奈心碎的表情，都能让我想起谢景行大病初愈，以为沈娇娇一直不在他身边的那种失望、无奈、伤心的画面。王鹤棣苍兰诀之后，他凭借无人能敌的东方青苍一角，彻底脱离了古装丑男的标签。王鹤棣改变了大家对员外大腹便便油腻的刻板印象，请求将古装焊死在他的身上。他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，本人就是意气风发、潇洒自洽、帅气阳光又收放自如。183的身高，再加上独特的空城气质，妥妥的天选贵公子。将门毒后的谢景行是古言男主的天花板，前期和女主相爱相杀，后期爱上沈娇娇的他，简直就是恋爱脑，占据主线啊！在第3世的梦中，
会告诉沈娇娇，在千万个选择中，我只选择你，哪怕是她一直昏迷不醒，也不愿离去。程毅经历10年的沉淀，程毅终于在大众视野中脱颖而出，而他的打戏尤其的出圈，再加上每每都是虐感十足的角色，也符合将门毒后不是 BE 胜似 BE 的设定。虽然想要轻点虐程毅，可是他的过往演技真的很符合男女主的感情走向。邓为凭借纯情涂山璟大火之后，各种古装造型接连出圈，也让大家开始推荐他出演谢景行。据说他也开始接触了。邓为的长相很清秀，可谢景行也不是谁都能演的。谢景行是剧中白月光般的存在，长相、气质、演技都得一等一的出众，才能驾驭得住这个角色。所以谁是你心中最合适的谢景行呢？我的天！谭健次连拍4天香柳战死，战损风直接内娱封神。长相思2就要重磅登场了，我用了1年的时间，仿佛只为了等待一位故人的死讯。可不得不说，香柳的战死绝对是一场视觉盛宴，而且是那种非常好哭的那种。说实话，我早就已经提前准备好了纸巾，等待这一场戏的到来。这场戏对我们来说是一场落幕，对谭健次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一场演绎。在香柳的结局的那一场最后打仗的戏，其实是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，因为那场戏我记得拍了4天，我打了4天在横店最热的夏天厅。新浪店 G 香柳的打戏都是多多精心设计过的，他前期的所有都是在为最后战死做铺垫，所以前期的香柳打戏永远都是优雅且行云流水的。毕竟前期的香柳是整个大荒的大妖，所有人听到他的名号都是闻风丧胆。可在小妖经历过梅林刺杀之后，香柳为救小妖舍掉了一条命，甚至日日用心头血滋养小天。之后的他就变成了战损版蛇宝宝。之后为了小天一次次的舍弃掉自己的性命，更是用被小妖一剑穿心换来的血救活了涂山璟。香柳之所以做这么多，只是为了让小天以后有人可依有的可去。谭健次本身就是舞蹈专业的，为了能够完美的呈现香柳的打戏，所以他提早进组训练，还会在其中适当的加入一些自己理解的动作。所以香柳的打戏前期就像跳舞一样灵动，展现着大妖的实力和游刃有余。每个动作都是干净利落，香柳的打戏没有一根头发丝是多余的，这也算是天花板般的存在了。香柳战死这场戏，谭健次拍了4天，更是为了自己出了一套战死海报，真的就是希望香柳战死的戏份不要删减，只希望它能够成为经典。千万不要像梅林虐杀被嘲讽魔改啦，不然真的对不起谭哥4天的努力啊！并且还是在横店最热的时候拍的，汗流浃背、筋疲力尽的，还要穿着厚厚的戏服。故事的开始是防风被，我希望你记住我。故事的最后是香柳，我要你忘记我。当大肚娃娃的秘密公之于众，隐忍的爱意窥见天明。世上却再无久命香柳，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。大概这就是谭健次塑造角色的魅力吧。